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老姜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录一个视频，讲一下这个我们新冠的一个经历，好吧？因为全球来讲的话，整个新冠这个群体免疫的时间比较早，这边来讲的话呢，这个国内人都知道，基本上都在属于一个清零的状态，所以呢，接触的不那么多。但是这次的话呢，从去年的12月份放开以后，就大家基本上都经历了一次啊，就是嗡的一下就整个就过来了，没想到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一次对于我们来讲的话，是一个什么？就是我们怎么经历的，包括我们痛苦的经历，对，包括我们怎么得的，都比较蹊跷，包括这个过程啊，包括有一些心得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好吧？那当时呢，在去年的12月份呢，我记得好像是12月十几号还是20号左右的，大概是放开。当时因为我是我每天都会看一些各种新闻，所以我是比较关注这些事儿的。所以在放开之前，我是心里是比较清楚的时间点，所以我们当时呢就准备的就是，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一来的话，肯定是非常多人就开始感染了，风险非常大。不管怎么着呢，最起码它是对医疗的这种资源啊是极大的挑战，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的就是，能够尽晚得就别早，对，尽晚得就别尽早得。所以当时网上还有很多这个网友就说呢，就说他们好多都是主动想阳了，因为说你本来这个群体免疫了，对，群体免疫了，大感冒了，就想赶紧找一个这个弱点的病毒去大家直接拜访，就直接得了啊，早得早那什么。但我们当时，而且后来我觉得这是不太对的，而且这个后来看后续的发展我觉得不要那样去做啊，还是要保护着。但是我们呢，当时就是非常紧张，基本是不出屋的。当时那段时间我们知道放开了，大街上很多的病毒，我们就基本上不出去。但是就这样的话，我记得还是出去了几次，出去1-2次去超市买东西，一个去超市买东西，还有一个是拿快递。我觉得这是我们跟外界扔垃圾。扔垃圾，跟外界接触的这个其他时间是不出去的。那这段时间呢，我觉得这几项是我觉得我们跟外界接触的唯一的通道了，就这几个。基本上我们就是，而且出去我们下楼的话都是武装好的，戴口罩、手套，都一次性手套，摸电梯什么的，我们都非常注意的啊。我们就觉得呢，基本上，而且因为我们家比较爱干净，我老婆也是特别注意这些细节，特别干净啊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我觉得是差不多得不上的啊，我拖一拖到1月份，等到这个大家都阳过以后，你再生病了，你去医院呀，吃个药看个病啊，最起码资源都够的啊，都不挤兑，所以是这样去准备的。但是呢，就我觉得没几天啊，放开以后没几天，我觉得5-6天、7-8天，我感觉那天下午我就烧了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头晕。然后我老婆呢就说，那你烧了应该不会，你就是正常的感冒，因为我每年冬天都会这个发个烧感冒呀，我这身体体质这个工作以后就不怎么好，老这个懒呀，不爱运动，所以呢就没有在意啊。我老婆说你就喝点这个冲点这感冒冲剂啊，然后呢就休息完了，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是这个阳了。然后晚上当时应该是烧到37度多了。啊，一到晚上以后就越来越高，37、37.5、38、38.5、39。我当时还没有感觉到这个肯定是新冠的，但我觉得是开窗被吹着了，肯定是发烧了啊，肯定是这个，反正不是感冒，有可能一半吧。然后当时其实家里没有太多，有药，我们家备的药呢，但是针对这几项还不是太多。幸好当时抢到了那个有一个贝洛芬，小孩用的贝洛芬是吧？还有一个感康，吃了贝洛芬和感康，然后我就睡了夜里我量好像感觉有点下来了，39的话又变到38点多，反正37点多。第二天早上应该就37点多，然后呢再往后我记得就36点多了。我想一天晚上就下来了。第二天的上午、中午我觉得就36点多，我说已经好了。我发烧一晚上，第二天就直接没事了。我觉得不是新冠，新冠最起码得难受好几天，我觉得，对吧？我看好多网上国外的都得休息1个多星期。我说基本上就不是那个，而且我老婆没有发烧，那我俩天天在一块儿，我一起出去一起干事儿，那我烧了她没烧，而且我老婆每年都不发烧，也没感冒，她身体特别好。
啊，天天就忙，家里他最累，所以他活动多也不爱感冒啊，所以我就到那个时候我还觉得我是正常的感冒，可能是着凉啦怎么样呢，就是发烧了就完了。然后到中午36度多以后，到下午又上升了，我感觉又不对，因为我从小发烧到现在，每年有时候感个冒，我没有说就是你发烧以后，然后烧降了再烧起来，没有过，从来都是烧了以后吃点药，捂被子捂一身汗，第二天那个烧就退了就完事儿了。下午就开始往回烧，36点多、37点多、38，我说不行，赶快再吃一片感康，再吃一个贝洛芬。那会儿药还不多了，好像就一瓶贝洛芬，小孩用的那个一次倒多少，一瓶吃不了几次，然后感康也不多了。那我说能够尽量不吃就不吃，我一看不行，又烧起来，又喝了一小罐贝洛芬，就那个液那种跟糖水似的，然后呢又吃了一片感康，好像到晚上又下来了。然后来回第3天又上来了，到第3天的上午体温下到37点多、36点多，下午又往回升了。就是你发现这个高烧，它是你退烧以后再升上来，再下来，再升再下来，是这样一个情况。我从第2天我烧开始又烧回去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对了，我觉得应该就是新冠了，跟以前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完全每一次都不一样，所以我当时就认定这一次应该就是新冠。啊，我觉得我阳了，应该没有问题了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老婆一直没事，就是我烧到第2天、第3天的时候，好像她一直没事。这个时候我就说因为第2天的早上上午退烧了，下午烧起来，我觉得就是新冠了。我说完了，应该差不多新冠了。但我说老婆你怎么没事？她就照顾我嘛，做特别多好吃的。然后到第3天的时候，我记着你阳了，我就没事儿。对，我阳了，你没事。然后过了几天，然后你在上班是发着烧，我在下边是光吃东西。对，我在楼上，我这个卧室在楼上，我在楼上休息，他就在楼下跟忙他的可欢实了啊，我就难受的不行。然后呢，这个感觉是什么呀？就是发烧，眼睛胀，眼睛疼，然后当时还没有感觉到呼吸啊、咳嗽，没有那么，就是纯发烧，然后四肢无力，然后就是没有精神啊，然后我就基本上就躺着，一直在躺着。然后第3天的时候，好像你就有点不对劲儿，他就好像也就开始烧了，感觉有点烧了，一量体温就开始上去了。那个时候我已经快好了，我感觉就是你传给我的。我已经第二天烧完，第3天基本上也就是不会，就后来就第2天就开始没有上到39了，就一直在38、37点多、36点多啊。然后之后呢，我觉得我第3天刚好了，他开始那个烧了啊，他开始阳了，他开始烧了。他的症状基本上跟我差不多，他也是发烧，最后发到40度，这中间我们还拌嘴呢。你说的是这个发烧了，我还跟人生气，还是就是特别不会照顾人。之后我烧完之后他烧完之后，按道理我以为就完事儿了，我以为新冠就是发烧，发完烧以后只要不烧死就没有生命危险，就完事儿了。然后烧完之后，我觉得就没有什么事儿，然后他继续烧。我有时候做饭啊、收拾，但是我就发现我就身体无力啊，经常咳嗽、胸闷、喘不上气，因为说新冠肺炎嘛，它肯定是不管是最新的这个奥密克戎嘛，它对这个好像对肺部攻击，但它对上呼吸道也是有迫害的，太有迫害了。但是呢，他的反应就比我严重了，我就是轻微的，我觉得发完烧以后就是咳嗽，然后呢胸有点闷，有点四肢无力，老感觉身体啊不那么健康啊！你要是出去踢个球、跑个步，那我觉得这人得死了啊！就那种感觉。我老婆呢就更严重，她就说不出话了，她的嗓子就基本上是刀剌那种刀剌，我也是跟刀剌子似的。对，我也是跟刀剌似的。我是早晨起来那嗓子特别疼，但是呢，可能上午喝点水，中午就好了。她不是，她全天的连续好几天就直接就说不出话来，那嗓子非常疼，喝水都喝不下去，吃东西也吃不下去。我开始给他弄东西，他都不吃，我以为是俩人生气呢，后来才知道他说不出话了。然后就因为这个，我们还专门跑了趟医院，去医院找大夫去开药。大夫说你这就是新冠的这后遗症，就是嗓子疼，开了2种药，一个是喝的，一个是漱口的啊，也没说出什么来，反正就是我们拿回来就正常吃。我要补充一个，就是在这个中间，在我不管别人啊，可能有些看到我们视频的知道我们在讲什么，就是从我们来讲，我们自己在这个中间是没有抢到药的。这个之前就是没有放开之前，
你在这个网上抢的一瓶每天抢啊。后来整个药店全都关了，反正我们周边我看到的，我在点呀什么的买呀，所有药房都是统一关门的。因为我们家平时备的药，没有想到备这个啊，都觉得新冠就大号的这个流感就完事儿了是吧？感冒，然后他开始我发烧的时候他没烧，我以为他就因为很多人没有反应嘛，我认为他也是没有反应的那个，身体特别好的没有反应的，但其实不是，在这个中间我没有抢到药，我那一瓶那个贝洛芬也快喝完了，所以贝洛芬没有，感康也没有。那会儿觉得我也不知道是贝洛芬起作用还是感康起作用了，我就跟我一朋友，我特好一朋友在这个东北，他能帮我走渠道拿了好多药过来，寄了好多啊，药是够了，但贝洛芬没有，他拿了感康，还有一个其他的那个，后来我们没吃上，但是对于我们当时这个药物的物资是非常重要的啊，太重要了。这个从嗓子起来刀剌似的，刀片剌似的，说不出话，也我觉得持续了1个星期了，差不多到1个星期4、5天、5、6天左右才开始觉得稍稍好转了。能说话了，然后呢，能喝点稀的东西了。我到第3天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是不是好不了了啊？然后我就不能吃东西，不能说话，对，就是像刀剌一样，我就觉得我快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网上查了，就是嗓子像刀片剌是典型的阳之后的症状，但是没有见这么长时间的。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吃下东西，就是真的跟刀剌一样。对，我问我们所有阳的同事了，他们也都是这样的，但是没有说持续了那么长时间，可能几天的时间，或者像我是早晨特别严重，但是可能中午喝点水就缓一缓就好一些了，一2天这样。他是这个走嗓子比较严重，因为他平时就走嗓子，走嗓子一难受啊什么的，嗓子走胃啊，我就是可能是不爱走嗓子走胃啊。所以啊，我就这个7天有1个星期就不我瘦了说话10斤嘛。啊，就因为你嗓子不好就不爱吃东西，一吃东西就疼，不爱喝水不爱吃东西，就这段时间就瘦了特别多啊。所以这是这个他的情况，而且在这个中间我都烧完了，我说我烧的时候我就别跟父母说了，让人担心。我说烧完了再说吧，我烧完了我给我妈打电话，我说怎么样你那边？我说啊没事，就是有点烧。我说我爸呢也是，我说完了，我说我没跟你说，我说我刚烧完，我烧完第2天第3天了，就跟你说一声，就是都在烧的过程中，其实都不愿意告诉对方，让对方担心，都忍着。我说有事没事，就有点烧，但是他们好像。反正他跟我说的，他们一般都是跟咱们一样报喜不报忧。他们说的是烧了1天，第2天就没什么事儿了。但是其实我们之后沟通呀什么的，其实还是大家症状是一样的，好像都得恢复挺长时间。对，恢复挺长时间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当你得了以后，我们以前认为的是新冠就是要发烧。发烧是非常重要，当然对于老年人来讲是更重要。老年人特别怕烧，你连续烧个40度，烧好几天，那肯定受不了的，对吧？但发烧第一阶段，我以前认为就只要是发烧没有事儿就没有事儿了，其实不是。你烧完之后，你会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你会觉得嗓子非常疼，然后呢胸口闷，说话喘气儿。我就这2天我说话。我说激动了，有时候还喘气儿，还咳嗽呢，咳嗽喘气儿，觉得上不来气儿，然后呢，所以呢，浑身无力，对，所以浑身无力，起不来床，对，所以当你反正我们是这样的，当你阳了之后发完烧以后，尽量还是要保持休息，尽量还是晚点洗澡，不要太早。好，我今天不烧了，赶快冲淋浴。哎呀，我就是吃这亏了，真的是对身体不太好的。好像我听网上说还有猝死的啊，反正还是注意晚点洗澡，因为它洗澡还是消耗体能的。所以阳了以后发烧完，千万不要激烈运动，千万不要什么洗澡要大吃大喝，还是要静静休养。我觉得休养了1周到2周半个月。2周吧。我身边同事都是这样，2周以后可以适当的放开。我是休了1个月，我感觉我休了有3周到1个月，才陆续感觉正常。就是到现在。我们俩有时候聊天谈事儿的话，谈到激动的时候，我就咳嗽，对，那肯定还是没有恢复呢，所以一定是要注意的。所以我不知道真的假的，没有特别关注。网上有很多这个阳了之后的，不是单位鼓励去上班嘛，马上就工作了，猝死的，有这种阳了之后做剧烈运动的，跑步的。有这种猝死，我不知道真的假的，网上有说啊，是吗？所以是一定要注意。但是这个确实比想象的
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咱们得的是哪种。反正咱们是10天以后，然后去测的那个。对，10天以后我们买到了那个抗原了。我俩测都是没有的，我以为抗原就是那种有抗体了就有了。但好像不是，好像不是。他说那个抗原是要在你得了之后什么3天内、几天内用，我们就已经太晚了，我们2周好像几周用的，10多天了，就没有反应了。YouTube 上看这个别人的阳的记录啊，阳的经历的，基本上就是休息休息就完事儿了。但是我们这种情况呢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奥密克戎，因为现在基本上说的都是奥密克戎，而且它的传染性很大。不确定，这个不知道，因为也没有，这个你懂的，没有明确的数据嘛，所以现在都是猜。包括我到现在，我们也没有测过抗原，没有测过任何东西，就是明确了我们是阳过的啊。但是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多，因为那一段时间，所有人很多这个 YouTuber 上也YouTuber 也讲啊，他们自己的家人楼都没下啊，都不像我们下去扔个东西啊，超市买个东西，他楼都没下啊，就楼道里扔过一次垃圾就阳了啊，所以呢。我不知道这我们得的是不是，但是我觉得大概率，因为如果没变异的情况下，应该就奥密克戎。而且我跟你结婚以后，我好像没有发过烧吧？10年了，是7、8年、10年都没有发过烧，没有发过烧，那肯定这是头一次。基本上我们判定就是啊，当然是，但是是不是哪个病毒，谁也不知道，只能用这个。历史去检验了未来，好吧，所以这是我们对于我们知道的就基本上都得了，但是到现在还有没得的，所以如果还有没有得的，或者还涉及到我同事身边有2次阳的这种情况，2次阳基本上有经验了，尤其是没有阳过的啊，这种大熊猫级别没有阳过的人，就是他不是没有阳，他是没有症状，其实阳过了啊，有可能。但是也有这种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啊，但我觉得应该还是有，怎么也有一些没阳过的，应该是有啊，有一些没有。如果你没有阳过，或者你不知道自己阳过了，有一天你真的发烧了，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经历可能对你有一些帮助吧，就是核心要多休息。你说有没有吃什么药？我不觉得哪种药真的是管用，就包括现在国外出的那个专门的治疗的药，它也是对于重症的。对于老年人的，所以这种，反正我们的经历啊，包括网上的看啊，还是以休息为主，一定要休息好啊，一定要休息好，然后呢，然后多注意啊，休息好多注意，阳过之后呢，也要注意避免2次去阳啊，因为这个，谁都说不好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，所以，这个病毒我觉得综合来讲还是很厉害的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也还好啊，因为我之前我最早因为你挺过来了，对，很多人没有挺过来，但是这个怎么讲呢？这就是一个大话题了。我最早做过一个，我记得做过一个鼠疫的这个节目啊，因为这个就涉及到另一个话题了，这个我们单独再讲吧，因为它是一个自然的行为啊，你没有办法去完全消灭的啊，没有办法完全消灭的。刚才从哪说到这儿了？忘了。所以基本上这是我们如果有没有得过的人的话呢，如果你得了，一定要注意休息啊。你说有没有这个专门针对的特效药呢？我觉得也没有说那么有专门，因为它是病毒，它不是细菌。因为国外的话呢，基本上有专门的特效药啊，但是那种呢也是针对重症起效果的，所以我们还是如果得了这病不是特别严重的话，一定要在家里多休息。有的人我看新闻，有的人去排医院排3个小时、5个小时，我觉得你这种你新冠没完，你这排队你这个你也完了，你 over 了是吧？所以呢，尽量也放开这些医疗资源给一些真正需要的人啊。这个我身边也有得了病了，条件都不错啊，就觉得这不行，我一定要去医院。其实真的是自己遭罪啊！你说你发着烧在外面排队排6个小时、10个小时。你干嘛？基本上还是在家，因为你现在你去那也是给你这些东西，也是给你休息，输液，好吧？那这个基本上这是我们这个得新冠的一个经历吧，好吧？那之后我们希望也还是注意，虽然得过了，但是一定要注意避免2次，因为你2次，因为都说了这个病毒
好像不止一种，你说不好有几个变种啊，也许你得了你再得一遍，我觉得对身体多少都没有好处的啊，多注意。对对对，等这一大波过去，陆续的，希望这个之后所有人的生活吧都恢复正常，好吧？对啊。因为确实这段时间也非常痛苦的啊，好吧？那就这样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儿，好吧？好吗？好呀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都录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